这一趟过来，主要就是带志玲过来看那个嘴巴这一块，这个白癜风，特地从厦门跑到这里来看的。说真的，除了景点人多，医院的人也真的是多，这人多了走都走不通。来，皮肤科普通话这里上，真的没地方坐。马上就到我们了，现在带他过去。这人真的是真多呀！我们看好了，然后现在已经1点了。不过这里挺好的，没有看完不下班。现在去找个地方吃饭，吃完饭休息一下。在下午还要再过来预约那个手术时间，是吧，阿伟？对。好吧，等一下，现在有点热，我们先叫个车，晚一点再给大家细说吧。然后我已经吃完，赶紧回酒店休息了。等一下他还要去医院去跟医生预约一下心灵的手术时间。你不用去了，你跟妈妈在酒店就可以了啊。我回到酒店，阿伟就出发去医院了，然后预约一下。具体要预约到什么时候还不知道，但是医生有说考虑到我们是外地来的，也比较远。所以说到时候看怎么给我们安排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到这里来哈，住的话，其实我个人认为，如果是以看病为主的话，我会选择说在医院附近，因为我们找的地方就很近，其实走路也可以走得到，但是就是不熟又时间赶，我们就打了个车，咻一下子就到了。到了医院的那一刻，我真的是觉得说，真的，我们排队排了2个多小时，站的腿都真的是，加上这2天有出去玩嘛，出去玩又都是走路的，又走了2天，然后这个腿是真的痛。今天一站真的是我女儿都有点扛不住了，好不容易看到有个位置，就是稍微的吐槽一下，也告诉那一些就是占位置的人，真的不要这样子。就是我好不容易看到有个位置，然后有个女的她已经占了2个位置了。他还要再占一个位置，他说这里有人坐，然后我就说我女儿已经站了2个多小时了，让她先坐一会儿，我们等一下就走。他就是不让坐。当我女儿要坐下去的那一刻，他又把我女儿赶走，我就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吧。我就说这是公共座位，不是你私人座位，你没有道理在这里霸占着这个座位不放。后来呢，他也听我这样子讲，他就没招嘛，我就跟我女儿讲，我说你做你的，你不用管他。可能到最后我有点硬气吧，我就觉得说，如果一个老实人啊，你不让做，人家就乖乖的就走了，只能默默的在旁边站。但是你们看，医院这么多人，不要说座位了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是实在是站到就是说腿已经受不了了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，然后都蹲在那个楼梯口那边去那边坐着。怎么讲呢？希望大家不要像这个女的一样，霸占了一个座位不让人家坐，这样子每个人都很累，并不是说你一个人很累坐在那里，你一家3口已经占了2个位置了，还有一个小孩子那么小抱着都可以的，那为什么还要占着3个位置都不放？可以轮流坐。我跟阿伟有时候有个位置，我也会轮流给他坐，因为阿伟昨天晚上半夜突然就是发高烧，可能白天太热，晚上那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又下暴雨，然后淋到雨了。回到酒店就是休息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发高烧了。早上7点多一点点，我就让他赶紧去买个退烧药吃。现在我也休息一会，等一下等那个阿伟回来看怎么说吧。医生是给我们建议，就是说，照光照了那个几年了，也没有说有明显的好转，就是一直保持那个状态，但是也没有扩散，所以医生就是直接就给我们建议说，做个植皮手术会好一点点，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这样子。还有很多人就是会来问我，就是说你们用什么药？你们是怎么治疗的？我觉得哈，大家不要到处问，因为我刚开始也是跟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会问，会担心，有时候甚至整晚上想着睡不着。你说一个男的我还没有那么操心，女的你说长在脸上，她就是不太好看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是一直想到后面慢慢的身上很多部位都好了之后，我就
看开了。身上那些部位的话，应该是在2、3个月基本上都已经好了，然后去照光的时候也都是正常了，就唯独就是嘴唇上这一块就是很顽固，就是不好。现在就是决定了再做一次植皮手术，我们有做过一次，然后那时候是发现后治疗了2个多月去做的。刚刚我们也跟医生有说过，他是说那不行，那时候做的是在发展期，那时候做的效果不是很好的，你现在是在稳定期去做是最好的。所以这个病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啊都是看不好的，但是我跟大家说哈，其实这个是看得好的，大家一定要去坚持，它很顽固很漫长，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有希望的。真的很多，我身边也有好几个人都看好了，我自己的朋友成年人他也是有看好了，跟我们说，我们就更加有信心。对了，给大家提个醒啊，就是大家要过来这里很难预约，我预约了差不多1个月啊都没有预约到，但是你们可以就是说让家里的亲朋好友都帮你预约，他每天有个固定的时间就可以约。这个时间的话，你可以让你的亲朋好友在这个时间点帮你预约，这样子的几率就会大很多不能现场挂号。总之有条件的就尽量去大医院看，不要东问西问了。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偏方啥的。我相信过，我实话跟大家讲，我相信过，但是我相信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个面积扩得更大。本来已经缩了这一点点了，然后相信之后就变成又恢复又比以前就是差不多大，还甚至更大一点点，我就停掉了。现在很多人给我介绍，包括我在老家也有人跟我说，在阿伟的老家也有人说，就是很多人会介绍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去看过，就唯一就相信的那一次之后呢，他也是跟我说会好，这个没问题的小事，但是小事最后它扩大了。希望就是大家真的不要还是慢慢的去治疗这个是真的可以治疗好，但是那些偏方啥的我就不去说了，那种东西我是不敢再去相信了啊。我现在接到阿伟的电话，他说叫我带着机灵去医院做一下检查，然后预约上了，给我们安排在后天，今天做一下检查，可以的话后天就可以做手术了。要爬到7楼，等电梯太慢了。你爸又在催我们，叫我们要快一点。不怕，不怕，不怕，不怕就好。说啊，你怕不怕？他说我坑他，3层。到时候怕的时候我要拿出来给他看。快点说，你不怕？怕吗？怕。不怕的。对不对？到时候你就看视频，你说我不怕的嘞。哎，那你说你紧不紧张啊？紧张吗？紧张，肯定有点小紧张的啦，对不对？紧张的时候你就掐你爸爸一下，掐他。我们要回家了哈，明天再过来抽血，然后后天就做手术，没啥问题的情况下。关键是我在意那个故宫约到，还是想故宫啊？明天你早上过来空腹，然后完成你的任务之后，我就尽量。据我所知，你跟阿嬷2个人，还有哥哥3个人是可以进去的。爸爸跟妈妈没办法进去，到时候你跟阿嬷去逛就好了。上车了，我们回去啦。就好了。好了，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吧。一个事情弄完之后，就心里会舒服很多。会不会紧张？不知道。现在不说了都。